尊敬的诸位法师，尊敬的同修大德们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十善业道经的习讲呢，暂停一次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在前些日子呢，有同修跟墨学提到，希望呢能够再出 DVD 专辑，能够流通。那么有同修要发心，但是这个发心的人呢，叫我不要说出他的名字。为善不欲人知，这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所以，为了不辜负同修们的期望呢，讲什么内容，墨学呢琢磨了很久，最后呢决定跟大家报告自己所听到的一桩真人真事。这桩真人真事呢，是在我初学佛的时候，道场里面义工同修告诉我的。当我听到这个因果事实之后呢，可以说是受到相当大的震撼。因为这位同修告诉我，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我们台湾青少年心理辅导创办人张老师，而且呢，他就是京剧，也就是评剧里面那部《旷世奇冤》的戏码《窦娥冤》。当年让窦娥含冤而死的贪官，如果不是张老师亲口说出来呢，真的是叫人非常难以相信啊！既然这是一桩真人真事，我们以前呢都把《窦娥冤》当作戏剧来看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窦娥发誓生生世世找这个害她的人报仇，而且跨越时空找上门来。为了了解这桩事情的真实性呢，墨学当下就问这位同修有没有录音带，因为墨学很想听张老师亲口说。他说没有啊，因为这桩事情呢是他的妹妹在美国的西来寺听张老师讲的。那这位同修就讲给我听。那么或许是佛菩萨加持我这个有心人吧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在无意当中就把张老师的这段故事呢，也说给我的一位师兄听。结果呢，听完之后呢，那位师兄就问我啊，他说：“你要找这个录音带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但是我找不着啊。”可是他却告诉我说：“我有。”哦，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，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那么这场讲演是张老师
在民国78年的时候讲的，算算到现在20当啊，而且他讲的是20年前的事情。20年前，他那个时候讲的是20年前，20加上20多少？40年啦。但是他亲口讲的，我真的相信了。而且呢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都了解，这个世间决定是有因果的，就算你不相信，它还是有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这篇题目呢，就叫做“跨越时空千万里，旷世奇冤因果线”。副题是“就算你不信，它还是有”。那么看样子呢，今天我们也是佛菩萨的加持，这个缘呢，在我们这里成熟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为了忠于原位，底下墨学所说的我，诸位不要误会，不是我，不是墨学，是张老师。同学们不要搞错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张老师说，在观世音菩萨的面前，我个人前后20年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搭救，让我今天能够存活下来，还有机会跟诸位见面，所以我愿意做一个最好的见证。我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情，确实是有因果，确实有轮回，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呢，跟大家来提出来做报告。我今年50多岁了，已经有3个孙儿女了，而且呢，我曾经度过了几次生命当中的致命危机。现在呢，我就从我的家事说起，我的家庭状况。一直到我34岁那一年呢，我的母亲才让我知道，原来我的父亲呢，是在36岁过生日的那天去世的，而我的祖父也是在36岁过生日的那天去世的，我的曾祖父也是在36岁过生日那天去世的，一直到前面5代，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。可是这桩事情，在我33岁之前，我都不知道。我们张家的男性，一直到上面5代都是36岁生日那天去世，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啦，这是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。可是到了生日那天呢，就是过不了，而且都是长子老大。那么在女性来讲啊，是34岁，我姑姑是34岁生日那天过去的，我的姑婆也是34岁去世的，一直好几代都是34岁。那么我有3个非常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孝顺的孩子，
在我生下第3个孩子以后呢，我就又去读大学了。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是读社会系，因此呢，我后来就到少年队当辅导老师。有关张老师跟我的缘，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结的。我在33岁那年，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我怀了我的第4个孩子。那么，我的母亲呢，有一个好朋友，原来跟我的母亲一直是很好的，感情很好，形同姐妹。后来呢，她也落发出家了。所以，这位法师每次到台北来的时候呢，都会到我家里来。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向他顶礼。那么就在我怀孕3个多月，不到4个月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呢，他来的时候，我也是向他顶礼。顶完礼之后呢，我又再向他顶了一个礼。他就讲啊，你为什么还要给我顶礼呢？我说呢，我这是为我肚子里面的小孩跟你顶礼的。那么他就摸摸我的肚子，就说了，好，我收他做徒弟。所以法师呢，就给我这个第4个孩子取了一个法名。但是呢，我这次的怀孕非常奇怪。怎么奇怪呢？因为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就一定要我3个儿子，再加上我的先生呢，打我。哪有人怀孕是这个样子的？要人家打。所以他们跟我说啊，那怎么可以打妈妈呢？但是我说一定要打，而且我跟我先生讲，我呢平常都给你气受，现在你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报复啊，而且呢，这是我要你打的，快打呀！他先生就讲了，那不行啊，那个意义不一样啊。反正啊，说好说歹，他们父子就是不肯打。最后呢，弄到我跟他们翻脸，因为我难过的，一定要他们4个男生呢轮流打我。因为呢，我的先生是个军人，我们住的房子呢，就像是condo那种房子。这是英文呢，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呢，我们离隔壁的邻居是很近的。因为每当我难过的时候呢，我就去撞墙。这一撞墙呢，这声音很大了，所以隔壁的邻居太太呢，就以为说呢，大概是我们2口子又吵架了。可是看看我们呢，又不像吵架的样子。所以说呢，这位邻居呢，他也是亲身经历了我的故事。所以后来这个隔壁的太太呢，她现在也学佛了，而且学得比我还要虔诚，因为她亲眼看到了这个事实。那么再说说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是一个常年吃斋、吃长素的人，笃信佛教。她是绝对不会杀生的。可是当她知道了我怀了第4个孩子以后，而且她知道我的预产期竟然是
34岁生日那天，我的母亲就坚决地要求我把这个孩子拿掉。当时呢，我在心里面还埋怨她，我跟她讲，您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，但是为什么要我拿掉孩子呢？可是他老人家就是不肯告诉我，不肯把原因告诉我。因为我没有兄弟，只有我们2个姐妹，所以为了要尽量让母亲晚年能够生活得很开心，因此呢，每当他老人家想到要吃什么东西，想到要吃好东西的时候呢，那我就去帮他买。那么就在这个小孩子我怀孕6个月零10天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呢告诉我，她说她想吃峨眉餐厅的银丝卷，所以那一天呢，我就到这家峨眉餐厅去帮她买银丝卷。那平常啊，我倒也不是什么特别节俭的人呢，不是很节省。可是那天买了银丝卷之后呢，一出门口呢，正好就看到12路，大有12路的公车，于是呢，我就上车了。可是上了车之后呢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让位子给我。那么我就想，这些年轻人呢，可能为了怕不好意思吧，所以呢，你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故意把眼睛闭起来，假装睡着。但是坦白讲啊，人都是有良心的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孕妇站在那里，你自己还大剌剌的坐的一动都不动，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呢？所以呢，他们就假装睡觉，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让位子给我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想现在真的是世风日下，年头不对了，对孕妇呢都没有特别的礼遇。那么当然呢，我就只好站在车长小姐的旁边。可是没有想到呢，当车子开到长安西路的时候啊，突然呢，车子一个紧急刹车，我就跌倒了。那么回到家以后呢，我的肚子就痛了。那我的先生呢，就把我送到仁爱路的一个里妇产科。那个妇产科的医生呢，告诉我，这个孩子我们尽量救，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安胎，所以呢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提前把他生下来了。只有6个月零10天，可以想象很小啊，而且是一个男孩子。因为我前面的3个都是男孩子，所以本来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，但是没想到呢，还是个男孩子。不过呢，这个孩子长得特别漂亮，比我前面3个孩子都漂亮。那这个也不算稀奇了。奇怪的是，我一生下他以后呢，我看到他第一眼，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对不起他，很奇怪。
那么后来我晓得了，这是因为我前生的问题。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非常的对不起他。我想啊，要是这个孩子在我的手中没有被救活的话呢，那我是一个多么罪恶的人呐！我心里就是这种感受。而且呢，我又在想，我本来是可以在家里面不出去的，躺在床上不出去的，因为呢，那个医生告诉我，这个孩子只要在你肚子里面待2个礼拜，那肯定就有救了。但是现在没有把握，可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救他，但是不是100%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听到医生这么讲呢，我就突然想到了，这个人的力量啊，毕竟是有限的。那么我为什么不？所以呢，我就把电话拿起来，打给台中的那位法师，我母亲的那位好朋友，打给那位法师。那这位法师呢，现在已经往生了。那当时呢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我就跟他讲：“师父啊，怎么办呢？我的孩子生了，但是太小了，我怕他过不去，可是我想救他。”法师就问我：“你真的想救他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我想。”他又问我：“你可以牺牲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那法师就跟我说：“那么你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不可以吃100天的素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那么他说：“第2桩事情，我问你，你喜欢哪一尊菩萨最喜欢？”那我就跟他讲了，我从小最喜欢观世音菩萨。他说：“那好，你会念什么样的经？”我说：“我只会念白衣神咒，白衣大士神咒。”他说：“这也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放下电话开始，你念1万遍，你或许可以救他。”那么就这样子，我日日夜夜不停地念，日夜不停。那么到了10几天以后呢，护士小姐跟我说，她说呢，现在孩子呢还在保温箱里面，但是你已经很健康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那么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呢，可以出来的时候，你再来接他，这样就可以。所以呢，我就回家了。因为我家里面呢有一个小佛堂，所以呢，我可以说是把握住任何一个机会，每天早晚不停地念菩萨的圣号。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这个孩子了。我原来是可以在床上躺2个礼拜的，他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。万一他没法子救活的话呢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我肯定会很伤心。所以我就不停地念，日夜不停地念，一直到了这个孩子生下来第29天，当天马上就满月的那天早上3点钟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到现在我都还有印象。什么样子的噩梦呢？
我梦到那个小孩，这个小孩他来抓我，那我也抓他，结果呢，两边都用力的拉，可是没有拉住。这一没拉住呢，他的脸就黑了。啊！我醒来之后，我知道事情不好了，这个梦不好，所以我就叫醒我的先生。我说：“你赶快打电话给医院。”那我先生就讲，他说：“现在才3点钟，人家也要睡觉啊。”但是我跟他讲，不行。我先生呢，他也很了解我的脾气。这个电话要是不打，那可能呢，他这个晚上的觉他也甭想睡好。所以他就只好一直不断的拨电话。可是他一直拨过去呢，对方都一直在讲话中。但是当他把电话一放下来，对方的电话就来了，是医院打来的，说这个孩子在3点钟的时候已经走了。但是呢，当时我的先生不敢告诉我，因为他觉得我会承受不起，所以呢，他就悄悄地去告诉我的妈妈。但是他却跟我说，台大各地方来会诊，我要到医院去办一些手续。当然，这些话是他骗我的。所以说完之后呢，他就走了。但是到了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呢，台中的那位法师却赶来了，连夜赶来。他在前面进门，我先生呢跟在后头，还有我的母亲。所以那个法师一进来呢，就碰到我的母亲。法师就跟我母亲讲：“恭喜恭喜。”我母亲呢听他说这种话，脸色就很不好看，因为女婿已经告诉他了，他已经知道真相了。接着呢，我先生也从后头进来，法师一见到他，跟他说：“吴先生，你进来，进来，恭喜恭喜。”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看到我先生对那个法师很不高兴，跟他讲：“你这个时候来恭喜我。”法师却反而安慰他们，跟我们大家讲：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你们进来，进来。”后来呢，法师就叫我们大家都坐下。当然呢，我一看到他们的表情，我就知道情况不对了，我就开始哭了。那么隔壁的太太呢，听到声音，她也过来了。法师就说：“你们大家都坐下。”结果他一开口就问我的母亲和我先生，他说：“我问你们，这个小孩是不是3点钟的时候走的？”我先生一听很惊讶，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啊？”法师就跟我们讲：“我就是为了这桩事情来的，因为在这之前呢，我已经收了这个孩子做徒弟了，所以大约在12点多到1点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来找我的。他说要跟师父道别。他说3点钟的时候我要去投胎了，我要离开他了。
就是离开这个母亲。那么法师就讲了，他说我很惊讶地问他，你为什么不留在他家里呢？没想到呢，这个孩子却说，师父，我这次来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留下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准备在他34岁生日那天带他走的。那我赶紧就问了，你为什么要带他走啊？这法师问的，你为什么要带他走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恨他？那小孩说啊，因为他前世伤害了我。怎么伤害我呢？前世他是一个法官，他判错了案子，他让我受刑，最后含冤而死。命债是要用命来还的。那么法师接着就问了，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向他讨命了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小孩说啊，第一点，我看到他对他的母亲格外的孝顺，这一点是真的。张老师讲啊，我的邻居、我的朋友们，包括我的外子，外子就是先生，他们都是跟着我一起尽孝的，这是一个孝女。后来这个小孩又说，第二点，他生下我之后呢，他就一直不停地在念经。我只要睁开眼睛看到他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他一直在念。那么他在念的时候呢，观世音菩萨就在旁边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带他走，所以我就一直等，一直等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恨他。前世他要了我的命，所以我从她怀孕开始，我就开始折磨她。因为他当初让我在监狱里面受的刑罚，我今天就要让他受这样的折磨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法师就转头问我啊，你记不记得你怀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？那么我本来还没想到，忘记了。结果呢，还是我的孩子在旁边提醒我，他说：“有啊，妈妈，你不是让我们一直打你吗？”对呀，真的是有。接着呢，法师又把他孩子跟他讲的话呢继续说完。那孩子说呢，可是哪里知道啊，虽然我这样折磨他挺着个大肚子，还替母亲去买东西，结果没想到呢，又遇到一个公车紧急刹车，因为我太小了，我的力量不够，所以我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被他生下来了。那么照理说呢，以我这样的体力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活1个月。可是我心不甘情不愿，我还是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机会。一直到30号那天，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，但是我还是试着去拉他。结果呢，他为了要救我，却反而也拉我，而且
他自从医院回来以后，从早到晚都在佛堂里面，在佛堂里面不断的念佛，所以我根本没有机会，我一直没有机会。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就知道，只要你真的真心诚意的诵经念佛，确实是会得到佛菩萨的佛力加持啊。但是自己所造的业要自己了，所以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简单。从这桩事情呢，我们就晓得，虽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张老师身上，但是这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，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因果是事实，因果是真理。所以你种善因，你得善果；你造恶业，决定会有恶报。不是不报，是因为时候未到。现在呢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所以诸位如果要知道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墨学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张老师的因果事实下半段。墨学呢，给这桩事情定了一个题目，叫做“旷世奇冤因果线，跨越时空千万里”。就算你不信，它还是有。张老师他说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呢，这一生是一个很幸福的人，因为呢，我有母亲的照顾。我的妈妈虽然已经80多岁了，但是她还是那么的健康。那么我晚上呢，是在师专教书，我在做社会工作方面呢，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开心，很有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于那些不幸的那一面，尤其是那些看到那些坏孩子的问题、婆媳的问题、家庭的纠纷等等呢，这些呢，我都做了很多的努力。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，我很有成就感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啊，说坦白话，我就有点我慢，功高我慢。虽然说呢，我在态度上并没有慢啊，但是在心理上呢，总是觉得感觉到自己很得意。但是没有想到又有一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那是在2年多以前。在前面我跟大家报告过，我有3个非常好的孩子，他们的孝顺，他们的懂事呢，真的没有让我操过一点心。
但是就在2年半以前的一个12月，因为我的学校放假，我就到美国来探望我另外2个孩子。那么我的大儿子呢，到美国读书之后呢，就回到台湾工作了。所以在我到美国来之前呢，是我的大儿子送我到飞机场的，送我上飞机。但是我到了美国以后，没想到不到10天呢，我的先生就从台湾打电话过来了。他跟我讲：“你赶快回来吧。”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，但是我接到电话以后，我就赶回去了，马上赶回去。可是我下了飞机以后呢，我才知道，我这辈子呢都没有办法见到我的大儿子了，因为我的大儿子心脏病走了。我怎么会想象得到，一个那么健康、那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最后走的时候呢，连妈妈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？这对我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讲呢，那简直是天崩地裂，没有活下去的勇气，那种痛苦，就算到现在，我还是感觉到很伤痛，因为我的心呢，真的是太痛了，所以我就怨天怨地。我觉得像我这一生，可以说是呢，这么忠于自己角色的人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的惩罚我？所以我几乎熬不过去。后来，还是我的母亲把我给骂醒了，她把我痛骂一顿。她看我这个样子呢，就跟我说：“好吧，你的儿子走了，你就跟他去吧。”因为我的血压本来就很高，所以我的母亲说：“你对妈妈的责任，你从此以后就放弃吧，就让妈妈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离开这个世间好了。”我听到母亲这么一讲啊，我终于克制住了自己。其实说坦白话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克制的。就在我熬过了为他送葬，经过了7七49天以后呢，我就离开了那个伤心地。我放弃了我原有的一切，我所有的一切，因为这些东西呢，真的是梦幻泡影啊。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，所以我就赶快又回到了洛杉矶来。虽然呢，这次是我的先生陪伴我回到了洛杉矶，我的2个儿子呢，也因为回去参加哥哥的丧礼，他们也都回来了。但是对我来讲呢，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让我疗伤止痛，所以我还是每天从早到晚的哭，不停的哭，不停的埋怨。我怨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的对待我。可是呢，我的儿子终于忍不住了。我的小儿子就跟我说啊：“妈妈，你这样不是一个办法啦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坚强起来啊，要不然的话呢，我们整个家庭里面的人大家都愁云惨雾的。
你得要为我们好好的活下去。你思念他，你可以纪念他，但是你不能够这样摧残自己呀。所以呢，终于有一天呢，大概是在前年的4月，我就突然想到了，我的有一个朋友呢，在洛杉矶，他有一个私人的佛堂。10几年来呢，我一直往来于洛杉矶，虽然常常经过那里，可是我就从来没有进去过。于是呢，我就跟我先生跟儿子讲，我说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实在是熬不下去，但是我待在家里也不行啊，所以你们能不能带我去拜拜佛啊？看看佛菩萨怎么来给我开示，让我能够有活下去的勇气。结果呢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当我进到那个佛堂里面去呀，我就看见其中有一位师父啊，这位师父是从马来西亚来的，来到香港，从香港又转到美国来。他是前一天晚上才到的。那么他看到我之后呢，很奇怪，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。那当然呢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那这个人怎么这样看人呢？后来呢，法师就问我的年龄以及我的故事，但是还没说这些之前呢，我一见到人呢，尤其我一见到师父的时候呢，我就伤心的痛哭不已。这个师父呢，他就给我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你不要难过，我管定你的事了，你把你的电话留给我。所以呢，我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他了。那么到了第2天呢，他就找我们3个人，家里面的3个人一起去了。一起去了之后呢，没有想到他竟然把我家呢都画出来了。那么诸位想想看，他前一天才到，而且他也不认识路啊，我也没给他地址，但是他把我的家画得清清楚楚。那么从那一次以后呢，他每次来都会有很多人要求见他，但是呢，他只给人家10分钟，可是他对我却非常的慈悲，一谈就是1个小时。那么头一次话还没讲完呢，他就跟我约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。那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呢，可能我们很有缘，所以他对我特别的慈悲。但是一直到后来，我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。这样啊，1个多月过去了，但是呢，他看我还是觉得我非常的痛苦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他就问我啊，你家里面有没有佛堂？我说没有啊，我台湾是有，但是这里没有。法师就跟我讲，我的师父在香港，我从大陆到香港去的时候呢，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是我亲自捧过去的，不晓得菩萨跟你有没有缘，不晓得你喜不喜欢。我一听啊，我就非常欢喜，我说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观世音菩萨。
当然，希望把这尊菩萨请回家的人很多，结果最后经过法师的一番决定，他怎么决定呢？他说他晚上念经的时候就问观世音菩萨，结果观世音菩萨呢表示愿意到我家来。法师就跟我说，你在明天早上6点钟之前一定要赶过来，而且呢要带2尺的黄布、2束菊花、黄菊花，还有一些水果，把观世音菩萨请回你家里去。那么我一想明天早上6点钟，人家商店都还没开门呢。所以呢，我们接到他的电话之后呢，我们全家老小呢就赶紧去准备这些东西，把这些东西准备好。那么在洛杉矶的爱华这个地方呢，对面有一个布店，我们就到那家布店里面去。但是到处找，就是找不到法师所讲的那种黄布。结果呢，没想到好不容易就在一个角落里面，咔咔角里面找到了一小块。那么我看到了，我就很欢喜就赶快拿去给老板娘结账。可是没想到那个老板娘却说这个我不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这个卖给你，你用不着，你没有用处啊。那我就跟他讲你就量一下嘛。他说我告诉你，它只有2尺，2尺你能干什么用啊？我一听了就像宝贝一样。我跟他说我要的就是2尺，不多也不少。看看，不可思议，底下还有呢。然后呢，我们从店里面出来，我们就一直去往下走要去找花店。那附近有一个文华超级市场那些花店平常卖花呢，它都是一桶一桶的，你自己选好之后呢，你再去结账。可是我走了一圈之后呢，那突然就在一个桶子里面呢，发现绑好的2束黄菊花，绑好的。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他们都是让你自己选好之后呢，在这些桶里面选好之后，然后再拿去绑的。那刚好这2束白菊花就是绑好的，那放在那里，就是我要的那2束。那么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那天呢就把观世音菩萨请回来了，请回到家里面来。当然呢，我们每个礼拜还是去见这位师父。后来呢，这个师父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，他就回马来西亚去了。但是每次我见他的时候，我还是哭，因为我实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冤情，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冤枉了，所以我非常非常痛苦。结果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了，我既然已经说我要管定你的事情了，你就不要急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昨天晚上在打坐的时候呢，我用100支蜡烛，那么在这些蜡烛的光里面呢，我看到有蓝色、有白色、有蓝色、有白色的光。那我就问这个师父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师父就说，这是代表你有福，但是你也有祸。为什么说你有祸呢？因为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一直都很顺利，很得意，所以
你有祸。那么现在我要帮你，但是我又使不上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对症下药，我一定要查出你的因果、原因、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。结果呢，他就给了我一张空白的粉红色的纸，还给了我一个红封套，就像红包袋子那个样子，红封套。然后他跟我说啊，你必须要把我帮你查出来的这个因果呢，他说我必须要帮你查出你的因果，查出来之后呢，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帮助你。所以你在这个纸上必须要写下金木水火土这5大项。金写什么呢？写你的出生，你的家世。木呢，写你的工作。水呢，写出你全家人的姓名，包括呢你儿子、媳妇、孙子，通通要写下去。火呢，是写出你的冤屈，你这一生有什么冤情，你要把它写出来。土呢，是写下你的愿望。那么你写了之后呢，你要在我规定的那一天开始，面朝着一个方向念，每天念5遍，连续念3天，所以一共是15遍。念完之后，把这张纸划掉，烧掉。烧掉之后呢，把这些灰烬就放在我给你的红封套里面，然后放在你的枕头底下。但是最重要有一桩事情你必须要记住，你千万不可以给任何人看，包括了你的先生、你的孩子，通通不可以看，甚至我都不要看，我也不可以看，你不要给我看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，师父他千真万确没有看过我写过的东西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底下所讲的，你就知道真的是不可思议。那么到了第2个礼拜呢，我又去师父那。那么去到那儿之后呢，我就把这张纸拿出来了。可是师父一看到这张纸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他就把我这张纸打掉。他说，我不是叫你不要给人家看的吗？不能给任何人看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带来给我看？他说，你知道我让你写这些东西是为什么吗？要送到哪里去，你晓得吗？因为我是给你陈情，他们马来西亚叫做上天表，那可能就是我们所讲的书文。他说我给你陈情，看看老天爷上苍会不会有反应。在家人讲上苍，所以我说啊，我就跟师父讲，师父，我还没写呢，因为我拿出来的是一张空白纸啊，我还没写啊。那他说，那没写可以啊，那有什么事啊？我说，我可不可以一页写不完，翻过来背面再写？他说可以啊。所以我们就回家了。因为我家呢是住楼上楼下，所以我回去以后我就跟我儿子先生讲啊，我说我要做功课了，意思呢就是说你们不要上来，待在楼下。所以没有任何人看到我写的东西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一共写了1600多个字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个东西，没有任何人看到。那么我就在师父给我规定的那一天，某年某月某日，
我就把我自己亲手写的这个东西烧掉了，念完了就烧掉了。我就把它放进灰烬呢，就放进那个红封套里面，放在我的枕头底下。结果就到了第10天的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呢，这个师父就打电话来了。他说：“你赶快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”结果呢，那天我的小儿子呢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刚好呢，妈妈，我今天也有事，我要去见师父。那我就问他，你什么事啊？他说，我不告诉你，你又不是师父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母子俩呢一块到了师父那儿去了。到了那里以后呢，师父就拿出了一张很大很大的黄色的纸，是折叠起来的，他把它拿出来，他跟我讲，恭喜你，今天早上3点钟的时候，我查出你的因果了。等一会儿呢，我会叫你念。你念到第1段的时候，你会感到很害怕。但是你念到第2段的时候呢，你会感到很钦佩。等你念到第3段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安慰。但是在念之前呢，这里有4个名字，我要问你，你认不认识他们？他一写出前面2个人的名字啊，我就赶紧说，我认得，这2个人的名字我当然认得，而且我说的咬牙切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2个人他是倒我债的，拐我钱的了，他是我的债主啊，所以我非常怨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伤害我很深。当时我还在想啊，那法师怎么知道呢？他怎么会晓得？那么可能是我平常跟他聊天的时候说漏嘴呀，所以他知道他们的名字。结果他写到第3个、第4个时候，我就不能不佩服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第3个名字是我父亲的名字，第4个名字是我已经过世的那个小儿子，第4个，最后的那个儿子。我活了只有1个月的小孩，所以一看到这2个名字，我就更钦佩他了。我跟他讲，这2个我认识啊，因为一个是我的爸爸，一个是我活了1个月的孩子，第4个小孩。那法师就说呢，我昨天在打坐的时候呢，这2个人都来了，2个人都来了。老先生70多岁，但是因为他年纪大，我不好意思问他的名字，问他的年纪，实际年龄没有问。但是那个年轻人我就问他了，我问他，你今年几岁呀？他说他19岁，而且说出了他的名字。那么法师就问我，你算算看，年龄对不对？诸位想想看，我才活了1个月的小孩，我哪里会去算？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今年几岁呀，不可能嘛。但是我现在一推算起来，我是民国59年生他的，但是师父跟我谈的这一年呢，是民国78年，刚好这个孩子19岁，年龄对。法师就说了，这2个人来了以后呢，就一直跪在观世音菩萨的面前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次是观世音菩萨救了你，因为我在水潭里面呢，从水的影子里面反映出来的字，
上面写着你的因果，所以我就把它给抄下来了，抄了这么一大张黄色的字。我抄了几个小时啊，抄得很累很累。结果呢，这2个人就一直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磕头，跟观世音菩萨讲：“救救我女儿，救救我女儿。”那个小的说呢：“救救我妈妈，救救我妈妈。”所以呀，观世音菩萨显现了。然后师父呢，就把他抄下来的那一大张黄色的纸呢，打开来，叫我开始念。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，信服他，因为他写的跟我那张画的纸画掉的几乎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他写的更详细，确确实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因果的严重性，真的是业随身啊。这个业不见得是你今生造的业，所以说老实话，我劝大家还是早一点消业障的比较好。不管你遇到什么挫折困难，你还是早点消业障比较好。但是我的事情啊，师父教诫我，叫我在1年之内，这桩事情真相大白的1年之内，不要告诉人家，任何人都不要谈。所以我是最近才开始跟大家讲起这桩事情的。那么他第一段呢，法师所写的这章第一段，他是写我的身世，说的比我还清楚啊。他说，我在累世以前，我是一个太守，一个地方上的太守。那我们知道是中国大陆，而且这个太守呢，他不但是个昏官，而且是个贪官，而且我杀害的是一个女的。说到这个人呢，也许很多人呢听了不敢相信呢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姓窦，叫窦娥。诸位看过京剧、看过评剧的同修就晓得了。评剧里面有一出戏叫做《窦娥冤》。那么记得电视台3台里面不知道是哪一家曾经拍过一部戏叫做《六月雪》，讲的就是窦娥的故事。窦娥当年被这个太守误判错了，最后要把他处斩。但是窦娥跟那个太守说：“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不相信的话，你把我杀了。第一个，今年6月会下雪。”诸位想想看，6月是夏天，怎么可能下雪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年6月会下雪。第二个，你把我处斩之后，我的血会飞到溅到那白色的布条上，叫白练，古人叫做白练。第三个，楚州这个地方会3年大旱。诸位去查历史就知道，真的这3桩事情都发生。他说那个文里面说我伤害了这个人，我跟这个人结下了血海冤仇，跟这个女的，而我就是那个判官，就是那个太守。所以呢，这个女的生生世世跟着我，就是要报仇。所以你看我的父亲，我的祖父都是少年得志，非常优秀。
前面我们跟大家讲了，全都逃不过34岁生日那天走，都是在那一天。男的36，女的34。所以底下他又说，你还会有怎样怎样的遭遇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我越看越害怕，因为这些呢对我都是非常严重的报复。那么刚好也应验了20年前那位师父，也就是我这个过世的最小的儿子，认我最小的儿子做徒弟的那个师父呢所讲的话。因为当初那个师父说，我在前世是一个法官，虽然这2位法师的功力不相同，但是说的都是同一桩事情。而且这次这个法师讲的更具体，有名有姓。那么念到第2段的时候呢，我就真的非常佩服这个法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你哪一年哪一月上的陈情表已经收到了，内容如下。他把我们家里面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写出来的，1600多个字，它全都印在水面上，反映出来了，而且法师把它全都抄下来。这桩事情真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是写了以后我烧掉了，谁看到？除了老天爷之外，真的没有人看到。所以最后一段呢，他查出了我今生呢，他说他查出了我今生呢没有做太多的坏事，所以今生不做坏事呢，对自己确实是还是有帮助的。他说呢，你事母至孝，你非常孝顺你的母亲，所以你会有好报，你会有好的感应。但是因为你的业障很重啊，所以你要不断的忏悔，忏悔再忏悔，把你所有的时间要用在忏悔上，好好修行。那么你把自己所念的经呢，要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，然后你将来有一天你失掉的都会回来。那我听了这个话呢，我马上就问师父啊，那我失掉的那个儿子呢，他会不会回来？他能不能回来？那师父就讲，你放心，他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了，所以你不要忧虑他。我刚刚问你的那2个人呢，欠你钱的人呢，你也不要恨他了，因为那是你前世欠人家的，所以你今生要还。你今生要是不还，你来世还是要还。真的啊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的要还钱，哪有不还的道理？那么我念完第3段之后呢，我就跟这个法师顶礼，但是法师却对我说啊，你不用谢我，反倒是我要谢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非常感谢你，你能让我回到香港去见我师父了。那我听了这个话之后，我就反问他了，为什么啊？他说啊，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来吗？因为我的师父在香港，说老实话，他老人家已经闭关了，但是他在打坐的时候打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满脸愁容，非常的悲痛。但是呢，他认为起码将来你在佛法上，在修行上还会有一些作为，
所以我师父呢，特地派我到洛杉矶来找你。但是我并不知道你的名字啊，只知道你大概的长相，还有你大概的年龄等等。所以我头一天来呢，就问我的师兄弟呀，有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一位女众？但是大家都跟我说没有。那怎么还呀？我想啊，当时我就想，师父这次给我这么一个任务，可能我回不去了，没办法回去跟师父交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师父讲，你要是找不到这个人，你就不要回来。我想这下糟糕了，我回不去了，连名字都没有。那洛杉矶这么大，美国洛杉矶这么大，我到哪里去找人呢？那这下惨了。可是没想到你第二天就出现了。我们在前面讲过了。那见到你之后呢，我们每个礼拜就约你，终于把你的因果查出来了。那我跟师父就有交代了，我要带着这份资料呢回香港去。他就把那个黄色纸折起来，因为呢，我的师父呢，他告诉我，他可以帮你在香港开坛办法会，拜万佛忏，那个规模相当大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你这个命债跟人家不一样，这叫做千古奇冤，很难超度，所以要规模相当大的法会。所以你现在不必操心了，将来有机会的话，你去到香港再去跟我师父顶礼好了。你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天天忏悔，努力改过自新，好好的修行。所以呢，我回到台湾之后呢，我感觉到台湾虽然是有我喜爱的人，我喜爱的环境和我非常爱好的工作，但是呢，毕竟我的业障造得太重了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把所有的工作全部辞掉，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余生好好的忏悔修行。以上我们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张老师自述的事实经过。当然，像这样的事情呢，不是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发生。但是呢，我们学佛人应该要晓得，我们人为什么会到这个世间来？坦白讲，叫做因果。种下的因，现在结果，所以现在来这里呢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都是这样来的。我们从别人的故事里面，尤其是像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呢，我们要让大家真正能够体会到，人不是只有一生，但是如果你这一生人没有做好，造作种种恶业，决定会影响到自己生生世世。恶业造得重，这一生果报就现前了。这个果报在佛法里面叫做花报，先开花后结果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现世报啊，那更何况来生后世追着你要，你怎么能够逃得了？那个因都是自己种下去的。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跟我们讲过，
一切诸法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世界为成，因心成体。谁的心啊？自己的心，自己心行的造作，换得生生世世的苦报。今天默学借着这个机会，跟大家报告这段张老师的因果事实。最重要的呢，是我们希望真正能够帮助有缘人更认识因果，早日忏除业障，向善回头。佛告诉我们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我们希望借助大众的力量，将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给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张老师和张老师合家。愿张老师合家业障尽消，福慧圆满。同时呢，也回向给这次发心制作流通 DVD 的同修们，感谢大家发大心，以及呢回向给法界一切的众生。默学在这里祝福大家同证无上佛道，大家无量光无量寿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